三仙灵秀地，洞中别有天。大家好，我是邱平，这里是韶山，这里是韶山的滴水洞。这个地方呢，就是当年毛主席来这里居住隐居的地方。今天我们就来看一下，这边也是属于毛主席老家故居旁边的。在滴水洞门口旁边，这里有个水库，叫韶山水库。毛主席59年和66年回到韶山家乡的时候，就在这个里面游泳。因为毛主席很爱游泳嘛，很爱锻炼身体。当时的话，大家都知道还在长江游过泳。这个地方就是被称为湖南山水明珠的滴水洞啊。由于古深清幽，游是一洞，山上的泉水从岩石滴下，所以呢叫做滴水洞，俗称吊水洞。这个滴水洞是毛主席1966年回韶山居住的地方，当时主席称之为西方的一个山洞。它整个这个滴水洞啊，这里是一条长长的峡谷啊。在古时候，这里奇花异草，珍禽鸣兽数不胜数，并且这里呢山间流水，很多四季鸟语发香，特别是夏天的时候啊，这里的气温比外面低3到5度，所以说这个是避暑疗养的好地方。并且这个地方呢，以前呢是守卫比较严格的，就是我们说的相当于一个保护单位一样的。40年前才正式开放了。现在滴水洞啊是5A级景区，里面呢有别墅，就1号楼、2号楼。当年毛主席在这里隐居大概11天的时间，在这里办公，在这里休息。等一下我们进去可以看得到，一沟流水一泉山，抚具龙盘在此间。这个就是滴水洞的门楼，大家可以看看，这洞下面呢还有点像我们说的那个石钟乳啊，上面还覆盖着那个紫藤、落石、乌罗这些。在那个时候隐居的时候，这里可能还有守卫的。前面那个地方呢，就是滴水洞的1号别墅啊。当年毛主席就是在这里居住，在这里隐居了大概11天，10个晚上。是一栋那个青砖青瓦的平房别墅。你看看我们旁边就是别墅，等一下我们进去看一下里面是什么布局。这个别墅旁边的那个小池啊，里面有很多观赏鱼。我们现在进别墅看一下。40年前这栋别墅是严格保密的，后面是开放了。滴水洞那个1号楼就是1号别墅啊，参观一下。来参观的游客特别多啊！滴水洞1号楼始建于1960年，62年竣工，1970年又增建了防震式防空洞，整个建制青砖飞瓦，古朴自然。1966年6月17日至28日，毛主席最后一次回韶山，在此办公休息。首先进来，我们看到这里是会议室。1966年6月，毛主席在这里召开会议啊。看一下，这会议室挺大的。这个呢，就是一些座椅。前面那个灯，大家看到没有？我拉近一点看一下，那个灯啊，就是当年开会的时候，毛主席坐在这个地方，就坐在这里。这个是走廊啊，走廊两边呢就是一些办公室、卧室这些。我们来仔细看一下，就是毛主席当年在这里休息，在这里办公。这个地方就是毛主席的办公室啊。1966年6月，毛主席在这里办公，经常办公到深夜啊。里面这些东西啊，很多东西像那个办公桌、椅子、灯，这些都是原物啊。整个这个1号楼大部分里面的物件都是原物，除了可能是空调。在办公室还看到一个藤椅，大家会不会觉得奇怪？一般我们说办公室可能是放的沙发或者那种皮椅子嘛，他这里呢是主席啊。当年向当地的百姓，花了钱购买的，因为主席可能习惯做这个，我是刚才听导游说的。然后前面那个有一方砚台，这个也是原物啊，这些都是原物。那个砚台呢，听说是湖南本地产的。然后后面呢，就是一些那个书架、书籍，因为毛主席喜欢看书嘛，所以这边书的资料也很多。在办公室的旁边就是卧室。毛主席在滴水洞的主要活动是休息和读书，他习惯卧床看书，所以呢，他这个床有点不一样，就是一边高一边低嘛，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是一高一低的。它2个房间是连接的啊，卧室和办公室是相通的。
这个地方也叫副套房。1963年8月初至12日，当时的湖南省委书记胡耀邦，就是后面的副主席啊，在这里养病。所以说副主席在这里住过几天。这也是连接着，一般有卧室吧，那旁边可能就有办公室，所以这个是一个小型的办公室。可能当时副主席在这里养病的时候，也在这里办过公。再往前走，这边就是娱乐室。毛主席在滴水洞时曾在这里面打乒乓球，这里面还有个乒乓球的桌子，就是这个。来游玩的人特别多，可能这个就是原物啊。这个乒乓球桌跟我们现在的乒乓球桌是不一样的，它是前后，等于是2个回廊、2个走廊一样的。前面呢还有一些，我们刚才说的没看到的，继续看一下。这边就是我们刚才看到的卧室，它两边是相通的。这个就是刚才说的副套房。继续往前走看一下。这边呢就是浴室。这个浴室跟那个卧室呢也是相连的，这个就是主席使用的浴室啊。这个就是主席的卧室，我们刚刚看到了，主席的卧室旁边就是办公室。我们继续往前走，我们刚才说了嘛，后面不是升级了那个防震室嘛？这个地方就是防震的，是1970年建的，具有超强防止地震的功能。毛主席铜像。继续看一下，这边呢就是我们刚才过来看到那个会议室啊，就在这边。看看前面这边还有什么？啊，这边是防空洞。防空洞也是建于1970年，具有防空、防震、防核辐射的功能，内部有掩体，有作战指挥室。我们进去看一下。我们去延安看到那个窑洞啊，也有那个防空洞，这里也有。哇，这个厚吧？大家进过防空洞没有？这个大家小心磕头啊，这个不是太高，不到2米。Hello， 从哪里过来，师傅？长沙。长沙是吧？那不远呢。长沙河南。啊，哎，这个墙壁是什么？这个墙壁大家看看，不太一样，不知道是什么做的，可能是后面做的吧。这防空洞很长哎，这防空洞里面还有一些房间，可能也是休息的。好，这里走完了。准备上去了。我们已经从防空洞出来了。这个1号别墅基本就是这个样子的。哇，站在这里面特别凉快呀，特别舒服。这个2号楼呢，基本上就是叫做部长房，是1960年新建的，1962年完工。2号楼参观，部长房，看看写了什么？1966年，那个张耀慈陪同毛主席回韶山住过的房间，就是随同人员居住的房间，可能是。这个地方呢，就是那个复原的，就是在毛主席办公室的样子，就是这样的复原的。我们继续往前走。啊，这边现在是一些书法展览，还有一个刚才看到一个钱币展览。这个布局啊，大家看到没有？1号楼跟2号楼整体差不多。它总共这边有1号楼、2号楼、3号楼。3号楼在最外面，1号楼等于是在中间，2号楼是在我们说左边一点。在这里还看到一些马呀。这边就是3号楼，是当年警卫部队居住的地方。